為什麼所有星球都懸浮在宇宙中而沒有掉下去呢？今天我們要聊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一個可能你從小就好奇，但又覺得有點傻的問題。為什麼天上的星星、月亮，還有我們腳下的地球，它們都好好的掛在宇宙裡，不會掉下去呢？難道宇宙裡有什麼隱形的托盤在支撐着它們嗎？別笑，這可不是個傻問題。其實，這個問題背後藏着人類對宇宙和物理規律認識的漫長演進。我們今天就用最輕鬆、最有趣的方式，一起揭開這個懸浮之謎。我們先從最直觀的感受說起，在地球上，你放開手裡的蘋果，它會怎麼樣？嘟嗷的一聲掉到地上，這是因為有重力嘛？重力把蘋果往下拉，所以我們很自然的就會想，宇宙裡的星球是不是也應該有個下面，然後掉下去呢？但宇宙可不是地球，它沒有一个明確的下方。我們之所以覺得東西會往下掉，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引力場，地球引力場中，重力是垂直向下的，所以我們才會有掉下去的感覺。可一旦我們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太空，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老爺子認為，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狀態的原因，也就是說，物體要動，就得有力量推着它。這個觀念統治了西方學術界1000多年，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和牛頓這些叛逆的科學家們站了出來，徹底顛覆了它。牛頓在伽利略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牛頓3大定律，其中牛頓第一定律告訴我們一個核心思想：力是改變物體運動狀態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它受到的合力為0，那麼它要麼保持靜止，要麼就保持匀速直線運動。注意哦，是匀速直線運動，不是靜止不動才叫沒受力。那麼回到我們的星球懸浮問題，地球受到太陽的引力，也受到月球的引力，還有其他行星的微弱引力。這些力可不是簡單的向下拉拽地球的，比如太陽對地球的引力方向是直指太陽的。如果地球真的要掉下去，那它的下也是朝着太陽的方向。但為什麼地球沒有一頭栽進太陽裡呢？僅僅是因為它離太陽太遠了嗎？還是有其他更關鍵的原因呢？其實這就像我們發射衛星的道理一樣，衛星之所以能圍繞地球轉而不是掉下來，是因為它有一個足夠大的初速度。這個速度讓衛星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不斷地往下掉，但又總是掉不到地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圓周或橢圓軌道。地球繞着太陽轉也是同樣的道理。它以大約每秒30公里的巨大速度圍繞太陽公轉，同時受到太陽的引力作用，兩者巧妙的平衡，讓地球既不會飛離太陽，也不會墜入太陽。所以從經典物理學的角度來看，天體根本不可能往下掉，因為根本沒有一個朝下的力在拉拽它，它們只是在引力的作用下，以一種特殊的掉落方式，保持着自己的運動軌跡。這下是不是覺得牛頓老爺子特別厲害？他的理論完美解釋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和宏觀宇宙中的許多現象。但你以為這就結束了嗎？嘿嘿，宇宙的奧秘可遠不止於此。就在牛頓的理論在物理學界稱霸了幾個世紀之後，一位名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天才少年橫空出世，提出了一個更加顛覆性的理論——廣義相對論。他告訴我們，引力根本不是一種力。聽到這裡，你是不是有點懵？不是力，那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地球為什麼會繞着太陽轉？別急，愛因斯坦的解釋更加優雅和深刻。他認為，我們感受到的引力現象本質上是時空彎曲的結果。如果引力不是力，那我們平時說的萬有引力是不是就錯了呢？你覺得愛因斯坦的理論和牛頓的理論哪個更正確呢？要理解時空彎曲，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把宇宙想象成一張巨大的有彈性的蹦床。當一個質量巨大的天體，比如太陽，放在這張蹦床中央時，它會把蹦床壓出一個坑。而當一個小質量的天體，比如地球，從這個坑旁邊經過時，它並不會被太陽拉過去，而是沿着這個被彎曲的坑的邊緣滾動，就像一個小球在漏斗裡轉圈一樣。我們從三維空間看，地球好像是在繞着太陽轉，但從四維時空的角度來看，它其實是沿着被太陽彎曲的時空中的最短路徑在運動，這條路徑就叫做測地線。所以，月球繞着地球轉，不是因為地球對它施加了引力，而是因為地球巨大的質量
把周圍的時空壓彎了，月球只是沿着這個彎曲的時空地面在運動，是不是很酷？就像有一隻無形的大手，用時空托舉着這些星球，讓它們沿着既定的軌道優雅的舞蹈。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不僅僅是理論上的突破，它還預言了許多驚人的現象，比如黑洞、引力透鏡，以及我們今天要重點提一下的引力波。引力波就像宇宙中的涟漪，是時空剧烈擾動時產生的波動，比如兩個黑洞合併或者超新星爆發。2015年，人類首次直接探測到了引力波，這不僅是科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更是對愛因斯坦廣義相对論的又一次强有力證明。最新的研究，比如 LIGO、Virgo 和 Kaguya 等引力波探測器，正在不断地捕捉來自宇宙深處的引力波信号。近幾年的觀測中，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超過128個顯著的引力波事件，這比之前的觀測效率提升了約50%。這些信號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黑洞、中子星等極端天體的性質，也為我們揭示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更震撼的是，2023年6月29日，包括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 NanoGraph 在內的多個國際團隊宣布，他們發現了納赫茲引力波背景的證據。這種引力波的波長長達數光年，震盪周期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它們就像是宇宙中永恆背景音樂的低音部分，是由無數個超大質量黑洞合併時產生的。想象一下，宇宙中那些劇烈的事件，它們產生的時空涟漪穿越億萬光年，最終被我們地球上的探測器捕捉到，這本身就是一件多麼浪漫又震撼的事情。為了讓大家更深刻地理解為什麼星球不會掉下去，我們還得聊聊愛因斯坦那個著名的等效原理。愛因斯坦曾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思想。他意識到，如果你在一個封閉的電梯裡，而這個電梯正在太空中以 9.8 米每平方秒的加速度向上匀加速運動，你在電梯裡的感受和你在地球表面受重力的感受是完全一樣的。你分不清到底是地球在拉你，還是電梯在推你。這個原理告訴我們，重力和加速度在物理上是等價的。這也意味着引力其實就是一種幾何效應。星球之所以懸浮，是因為它們在時空的幾何結構中處於一種自由落體的狀態。就像一個在自由下落的電梯裡的人，他會覺得自己是懸浮的。對於地球來說，它正沿着太陽制造的時空彎曲進行自由落體，但因為有初速度，它永遠落不到太陽上，反而形成了一種完美的动態平衡。這個等效原理不僅巧妙地連接了引力與加速度，更深層次地揭示了引力的本質並非一種力，而是时空本身的幾何屬性。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個巨大的地球儀上，你感覺自己被吸在地球表面，但如果地球儀是透明的，你會發現你只是沿着地球儀的曲面在自由下落，而地球儀的曲面就是被地球质量所彎曲的时空。這正是愛因斯坦的偉大洞察，他將引力從牛頓的超距作用力概念中解放出來，將其融入到時空本身的結構之中，讓宇宙的運行變得更加和諧與自洽。最新的天文學觀測還發現，我們的銀河系乃至整個宇宙都在某種巨大的引力結構中運動。比如巨引源，我之前專門做過一期節目，有興趣的可以去翻看一下。它是一個橫跨數億光年的宇宙區域，正在吸引着包括銀河系在內的數萬個星系，以每秒數百公里的速度向它靠攏。但這並不意味着我们會掉進某個深淵，因為宇宙還在膨脹。這種膨脹的力量與引力之間的博弈，構成了宇宙大尺度的動態平衡。根據最新的一些天體物理學模型，暗能量作為推動宇宙加速膨脹的神秘力量，佔據了宇宙總質能的約 68%， 而我們熟悉的普通物質只佔不到 5%。正是這種複雜的能量和物質分布，決定了宇宙中天體的分布和運動狀態。所以，星球不僅沒有掉下去，它們還在隨着宇宙的擴張，進行着一場跨越100億年的史詩級遷徙。科學家們通過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觀測，以及對超新星的紅移測量，不斷修正着宇宙膨脹的模型。最新的數據表明，宇宙的膨脹速度正在加速，這進一步印證了暗能量的存在。
而這些宏大的宇宙圖景都與我們今天討論的星球為何不掉下去息息相關，它們共同構成了宇宙運行的壯麗畫卷。甚至有理論提出，宇宙可能存在多维空间，而我们所感知的引力可能只是高维空间对低维空间的一种投影。虽然這些理論還在探索之中，但它們無疑為我們理解宇宙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最後總結一下，星球為何懸浮在宇宙中而沒有掉下去？從牛頓的經典物理學角度看，它們沒有掉下去，是因為它們在引力的作用下，以足夠的速度圍繞着更大的天體運動，形成了一個動態的平衡。而從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角度看，它們根本就沒有掉的概念，它們只是沿着被質量彎曲的時空地面在自由運動。而最新的引力波研究告訴我們，這種時空的舞動並不是靜止的，它伴隨着時空的漣漪，傳遞着宇宙最深處的力量。無論是牛頓的力，還是愛因斯坦的時空彎曲，都向我們展示了宇宙運行的精妙與和諧。宇宙中的一切都遵循着一套嚴謹而美麗的物理法則。星球的懸浮不是偶然，也不是神秘力量的支撐，而是宇宙自身秩序的完美體現。在這個看似空曠的宇宙裡，每一顆星星都在屬於自己的時空軌道上，優雅地跳着永恆的華爾茲。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哦。